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丫鬟当众扇主子耳光。谭松韵留学艺新剧《兰香如故》预告炸了，但比剧情更炸的是原著作者的维权长文。你见过一个丫鬟当众甩她主子一巴掌吗？兰香如故预告片里就有这么个镜头，谭松韵演的许兰香，一个三等丫鬟，抬手就给了留学艺演的林锦琪一耳光，那个眼神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一个奴婢敢打主子，那是拿命在赌。他忍不了了。说真的，这2年古装剧里的复仇女主我见多了，墨雨云间那种女主重生回来3集就把仇报了，爽是真爽。但兰香如故选的是另一条路。女主沈佳兰，大学士府的长孙女，家里被扣上谋逆的帽子，一夜之间灭门了。林家跟她家订过婚，为了自保退了婚。她呢，被以前的家奴救下来，顶替人家死去的女儿，变成了林府的一个3等丫鬟，从云端掉进泥里。她的在林府里活下来，还得替沈家翻案。关键是她那个退婚的未婚夫林锦琪，现在成了她的主子，2个人又碰上了。这设定够不够带感？但是这部剧最狠的地方在于，女主没有金手指，她没有突然觉醒成爽文女主，走路贴墙，低头回话，被斥责时不辩解，每一个动作都在强调她此刻的处境，而不是急着证明自己。说到这，我不得不提一下这部剧的身世。怎么讲呢？这部剧还没播，预约量就破了300万。这数字放在2026年的古装剧里，算得上第一梯队了。但更让人记住这部剧的是另一件事。原著作者何燕珊在微博上发了长文，他说剧方把书名改了，把角色名字全改了。女主陈香兰变成许兰香，男主林锦楼变成林锦琪。他跟剧组沟通很多次，对方不愿意恢复原名。宣发带了编剧童华，没带他，全员改名。宣发不带，这已经是在尽力抹去和淡化原著和原作者的印记了。何燕珊在微博上这么说。这件事，说实话，我挺能理解他的。你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，改编成剧，结果名字全给换了，宣传的时候连你的名字都不提，换谁不难受？他微博底下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是：你不站出来，真的会有很多不明所以的路人以为这是童华自己的小说改编。双引号，星联影视跟童华深度绑定，他们出品的长相思系列都是童华把关，所以不少网友就在猜，星联是不是故意在淡化原著作者，好强化童华这个明星编剧的人设。这事儿你说他小吧，他确实小，不就是个署名吗？但你说他大吧，他也不小。这暴露的是影视行业长期以来对原创作者的那点轻视。签合同的时候你写的天花乱坠，真到了播出，作者连个名字都挂不上。咱们再聊聊剧本身。这部剧是腾讯视频和星联影视联合出品的，童华做总编剧，谭松韵、刘学义领衔主演。暂定9月10日在腾讯视频和极光 TV 全网独播。这部剧定级是 S+，制作上确实下了血本。剧组在横店搭了40亩的明代实景园林，不是特效，不是棚拍，一砖一瓦都是真的，耗时155天。服化道用的是古朴还原纹样体系，严格参照明代文物纹样和古法染色工艺。谭松韵一个人换了超过80套戏服，服饰的颜色会跟着角色心境和身份变化。2025年5月开机，10月杀青，原定40集，后来压缩到31集。预告片里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，谭松韵演的沈佳兰穿着一身灰扑扑的粗布衣裳，端着托盘低头站在廊下，
对面是锦衣华服的刘学义，他低着头，眼神却没低。就那么一瞬间，两种东西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：大学士府长孙女沈佳兰的傲骨，和三等丫鬟许兰香的卑微，拧巴的让人喘不过气。谭松韵这次确实有点意思，她之前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耿耿，是李尖尖，是袁今夏，甜灵有亲和力。这次让她演一个心里装着血海深仇，脸上还带着笑的丫鬟，反差感一下就出来了。预告片里的细节很耐看，奉茶的时候指尖紧扣托盘，低头是丫鬟的怯，抬头是小姐的冷，一张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脸，反而是深宅大院里最好的伪装。刘学义演的林锦旗，因为战场负伤需要靠读唇语交流，随身带着一个9连环，耳机代表他听不全，9连环代表他在解一个解不开的局。而沈佳兰呢，一个顶着假身份潜伏在仇人眼皮底下的复仇者。这两个人凑在一起，就像围棋里的共活，互相试探，互相依存，谁先暴露谁就输。主仆身份的错位，让这段拉扯充满了话到嘴边咽回去的张力。预告片里有个片段被反复截图，就是沈佳兰甩了林锦旗一耳光。一个奴婢敢打主子，那是拿命在赌。他忍不了了，每天低三下四的活着，给退了他婚的男人端茶倒水，看他另娶他人，那种压抑的东西炸开的时候，你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疼。原著小说《兰香园》豆瓣8.2分，原著是灵魂穿越加重生的设定，剧版改成了灭门加顶替为奴，改动不小。原著的核心是丫鬟逃脱加后宅倾轧，剧版的核心变成了女主要平等尊重，男主自以为的偏爱。一个是逃，一个是争。导演黄颖香在采访里说过，这部剧活是主题，怎么活是内容，不是教你怎么报仇，是教你怎么在绝境里活下去。想想也是，这2年古装剧里重生复仇的套路太多了。女主重生回来，3集之内必须打脸反派，观众看的就是那个爽字。但兰香如故选的是另一条路，装成丫鬟，潜伏下来，从泥里往上爬。他不给你廉价的情绪代偿，他要你跟着沈佳兰一起熬。预告里有句台词挺扎心的，总得先活着，才能有机会活得好。这不是什么漂亮话，这是一个人在绝境里给自己下的死命令。配角阵容也很有意思，李梦特邀主演赵星堂，预告里当家主母受辱类别的画面，演技炸裂。郑和惠子特别主演杜翠雀，彻底颠覆以往甜美形象。预告里黑化女配癫狂眼神杀疯了。郭柯宇特邀主演薛桂花，加上侯长荣、吴晓东等老戏骨坐镇。有网友评价说，这是一部全员狠人的剧，女配双杀比主线还抢戏。说到这，我想到一个问题，这部剧最大的争议其实不是剧情，而是场外的去原著化操作。何燕珊在维权过程中提到，她唯一的要求就是宣发文案片头出现原作者和原著。她说自己自始至终就为了一口气，为了得到一份尊重。但问题是，当兰香如故正式上线时，观众会看到一部怎样的剧？这问题还有待检验。但在此之前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已经摆在了桌面上：当一个 IP 被连根拔起式的重塑之后，尊重原创与追求影视化效益之间的天平究竟该如何倾斜？你觉得影视改编应该完全忠实原著，还是可以大胆重塑？如果你是原著作者，你会怎么做？最后还有几个细节想跟大家聊聊。预告片里有个镜头，沈佳兰当众甩了林锦旗一巴掌。一个丫鬟打主子，那是拿命在赌。但你看她的眼神，那不是冲动，是积压了太久之后的爆发。
他退婚那天，他家灭门那天，他顶着别人的名字活下来的每一天，所有的一切都在那一巴掌里了。这部剧到底值不值得追？300万的预约量已经给出了答案，但问题在于，制作方对原著作者的态度会不会影响一部分观众的观剧体验？这个问题恐怕只有等剧播了才能知道。你觉得呢？